叮个叮啊叮个叮，叮个叮个叮个叮。老板，哎，接个活。哦，哎，谢谢啊。哎，老板，哎，你看看这有电，你这咋就没电了呀？谁不说呢？今天晚上就我们这一溜停电，晚上准备关门了。看看。哎呀，您是真有眼光，这一只是里面最好的。老板呀，哎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10块钱。我这是个闺女，爸爸出来得带个礼物回去不是？我也喜欢闺女。那6块吧，不能再贵了啊。行，给你啊。老板，别打了！搞什么东西呀？是我呀。讨不讨厌啊你？昨晚上都被你榨干了。哎，啊，给我打2个蛋，赌一波。你看，哦，这还差不多啊。那个老板2口子怎么不过来煮饭呀？可能还在睡觉呢吧。老板的事情我哪能管得着嘛？百万夜班都让你上了，我得跟卞老板提一下，给你涨工钱。那你就跟他讲啊。迟到了，
老师让我来叫他。行，去吧。来，没事，去吧啊。好吧。阿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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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人呀。怎么会呢？我去叫。快点吧，老师不高兴了。阿光，老板。老三，你小子有点欠揍。昨天晚上怎么说的？我和阿哥等了你一夜。妈，幸亏你没等，这小子就是站着茅坑，不拉屎。我拉没拉你不晓得啊？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哎呦，你小子昨天晚上出了不少力嘛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杜队，得再来个人掀下被子。别开，别开。别给他堵着，往后退，快走，走，快点，走，小哥、小伟，你们把两头控制住，别让车进来了。行了，都别看了，往后退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他这样真的不用去医院吗？再见。最后一层先看。注意透透气。啊，没事。记录一下。
怎么还是这样啊？让你做个登记那么难吗？刘警官，我这都是熟客，有通炉做羊毛的，鲁中收州城的，都是认识的呀。而且我老公就不会写几个字了。我会写很多的。你会写？爷爷的名字叫卞福，我的名字叫卞明光。我长大以后也要当警察。哎呦，好孙子，就是一块不走私烂表，非要带。少扯那些。你只要提醒你爷爷把来住店的客人的名字都记下来，你长大就能当警察。我过2天过来检查，如果你还不登记，我就罚你款。好，一定登记，一定登记啊！走吧。猜猜。哎，嘿嘿。不好意思啊。啊，不会，谢谢。李子，哇，刚从警校毕业，还没见过真的现场。别说你，我在上校生活30多年，干了10多年民警，别说见过这么大的案子，听都没听过。鲁志峰，上校这块的民警。你好，李敢，是刑侦支队的。我看你刚才在检查旅客登记簿。我前2天才打过招呼，让老板一定要做旅客登记，他就是不听。如果是有预谋作案，就算登记也不会写真名的。也可能是临时起意啊，在这住了2天，如果不是故意计划作案的话，入住第1天就很可能用真名登记了。这目击者挺多的。那旅店那毛家3兄弟和那个女服务员不都见过凶手吗？这个女服务员和嫌疑人打那么多次照面，硬是记不住他们长什么样。这每个人的记忆能力也不一样，而且他一开始也不知道那2个人就是凶手。哎，鲁哥，鲁哥，哎，别往里凑，绝有秩序。是不是老板杀了老板娘？不了解情况别瞎说。哎，我怎么不了解情况？我昨天来抓赌的。老板娘找我举报的，说她男人在楼上私开赌场。你们是在便记抓的赌？对啊。进来。这赌子可不小啊。是，我已经上报了。我想跟你不和嫂子最近忙嘛，我就没有跟你细说这个事情。这个2楼203住着2个人，你抓赌的时候看见了吗？哎，看到了。你见过？见过啊，我还和他们打过照面，问过话呢。那老板说他俩没赌嘛，我就没有管呀。啊，他俩杀的？真是他们杀的？看清楚他们长什么样了吗？高一点的那个，矮一点的那个，
你是想起什么了吗？你到底想起什么了？不着急回忆啊，先平复一下情绪，等情绪稳定了再慢慢想。你就别说了，你怎么说话？你想说什么？不，说！我小陈那2个人是不是退房的？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。老三，你搞快点了，人家是按时间算的，你可是收了钱的喽。他最多12点半。那你们可能得等到后半夜了。我下楼的时候，12点过2分，后面进他房间没有过多久，就听到外面走廊有人喊结账。谁这么喊结账？我想应该是退房吧。没过多久是多久？就10来分钟吧，反正肯定没有超过半个小时的。我怎么会没听到啊？你就在那叫唤，你能听到什么啊？幸好当时把那个门给关上了，不然那2个人可能直接推门就进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嘛。你们2个是？回头再处理你。我这不能将功补过的。你干嘛？别说话了。我跟老三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能说那么多啊？不对，根据3楼旅客毛老三回忆，2个嫌疑人应该是昨天晚上12点到12点半之间退的房。他怎么知道的？他昨天晚上在那个女服务员那儿过的夜。女服务员在对面房间进行卖淫活动。昨晚12点过2分，毛老三下楼到了220，过了10几分钟后，走廊听到有人叫结账。陆队，帮忙翻个身。哦。你记录。我来吧。尽量别接触多的位置，抓稳了。1、2、3。好，好。陆队，死亡时间确认是昨天晚上11点到凌晨2点之间。等等。
所有地方都搜到了，就差这儿了。偏偏就是没找到，偏偏就是去了隔壁。方委图。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抬出来。哎，退后，配合一下工作。老兵一家被灭门了。啊，也不算是灭门，就老人和孙子2代人。阿光也对呀。哎，阿光不是跟你们家头弄是一个班的吗？你说他平时吧都住在他妈那里，偏偏昨天晚上非要跟爷爷奶奶一块儿睡。哎呀，太残忍了，没有人性啊！连孩子都不放过。怎么样？差不多了。
陆队，这手表上的时间，会不会就是嫌疑人作案的时间啊？嫌疑人动手的时候把手表弄坏了。这手表本身就是坏的。前几天我来旅馆检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。孩子想戴表，老板就找了块坏的给他戴着玩。这个孩子应该是最后一个遇害的。他与第一个被害人的死亡时间间隔不到15分钟，他的伤口也是最深的，可见凶手最后已经丧心病狂了。这个是203房间的2个水杯上发现的3枚指纹，其中1枚是旅馆老板的，另外2枚应该就是跑掉的那2个旅客的指纹。地上的烟头是盛唐牌香烟，只在皖南地区出售，这是一个重要线索。很可能2个人刚从皖南来上修，身上的烟应该还没抽完。这是在201房间的一条裤子上面找到的鞋印，啊，纹路很特殊，是一枚比较少见的鞋印。根据所有现场情况推测，作案过程如下：2个凶手的本意是劫财，他们先杀害了203房间同屋的鲁东旅客吴锡高，翻找了他挂在床边的衣服、裤子以及床底下的包，之后去201房间，以结账为理由，将老板便服诱骗至203房间进行逼问，杀死便服后，再次返回201房间，再次行凶，继续翻找财物。这些钱藏在第1名死者吴锡高的内裤里，里面共有4700元钱。这是凶手没能找到的财物。在之后的行凶中，他们抢走了老板便服手上的戒指。至于201房间还有没有其他劫货，会再进一步查明落实。画像专家来了没有？哦，到了。专案组就近在上秀丝绸厂协调了临时用地，主要目击者都已经召集过去。至于死者家属方面，还在持续问话，寻找任何可能是仇杀的线索。根据这个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，这起案件有随机性、偶发性。我们可以侧重人力，明确凶手信息，详细的了解每一个目击者，准确的画像将是我们这个案子重要的突破口。是有2个人来买过，好像是一高一矮。人跟你买榔头绳索，人长什么样你也不看看？
卖砍刀和卖邮具的都有呀。有没有听说谁拿去杀人了呀？杀人犯啊！我们打牌的时候，那2个就站在门口啊。我们打牌的时候门口有站过人的，还在你后面那个床上坐了很久啊。老卞，还问他们2个要不要上桌玩2把，你真的不记得了？不，对，一高一矮。对啊，咱们打牌的时候，你的水杯洒了，就是那个高个子给你倒的水。钱，小心点。你摊牌吗？不是蝙蝠倒的吗？不是，那2个人到底赌没赌？他们2个没有赌，我们今天蝙蝠让他赌，他没有赌，他的水杯洒了。我们在打牌的时候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跟他们讲。干嘛呢？大家耐心一点啊，不要相互交流，不要相互影响。谁进来？谁先来不是都一样的吗？安静点啊！你和他们打过几次照面？就头天晚上见过1次。我们当时在打牌，他们2个就上来凑热闹。晃了一眼嘛，就下去了。现在想想嘛，他们有可能在打那个桌子上钞票的主意啊。我那眼睛直勾勾的。什么样的眼睛？眼睛不都是圆的吗？不，他说是鱼泡眼睛，这是不对的。你见都没有见过，别瞎说。我一直在回想，我已经想得8、9不离10了。高个子是长方脸，长中带方。矮个子是圆脸，没有圆到饼啊。那五官呢？主要是那个高个子啊，他低着头，帽子一直挡着他的脸，我实在是看不清。那你还记得他那帽子是什么样吗？都没戴帽子吧？他那个帽子啊，那个图案是方格的，压什么？蓝色的，这一点我是可以确认的。你还记得那个没戴帽子的那个人的发型有什么特征没有？矮个子头发有点自来卷的。我们得说的是一样的才有用。不，你能不能让我看一眼你画的什么？你是跟他们见过最多面的，他们在旅馆住了2天，你肯定是不止1次看清楚过，所以不着急啊，我们慢慢想。你可以从他们2个走进旅馆开始会议，先不用管他们的五官，你就想他们做过什么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，图钉不管饭吗？或者是特殊的情绪。先吃饭，后注定。好，来。前天晚上，他们到店里面说先切饭后煮定，我就给他们点菜。两位看看吃点什么？或者矮的很醒，很不高兴。下2碗面就行。给他点菜，他也不好好讲话。后来是锅子高的点的菜，是菜肉丝、正条鱼。他点的淮安宫酒，再来瓶淮安宫。我就是皖南的，我们那许多人来上校打工，他们都喜欢喝淮安宫酒。我就问他们是不是皖南的，结果锅子高的还不高兴呢，反过来问我，只有皖南的才喝淮安宫嘛？啊，我就走了。
们两个啊，一个薄嘴皮，一个厚嘴皮。个子矮的是厚嘴皮，个子高的上嘴皮薄，下嘴皮厚。很好，鼻子呢？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？这个鼻梁是高是低啊？鼻头是宽还是窄？个子矮的是个肉鼻子，个子高的鼻子细长，还很挺。眼睛呢？你们早上已经退房了呀？他这个眼睛被帽子挡住了，我实在是没有看见。细长眼要吃人。来，杨伟，进来看一眼。哦不，像，特别像。确定？有9分像了。应该是像的，至少这个蓝色格子鸭舌帽，我是可以肯定的。专家老师，辛苦了。来，下一位了。这是个子矮的，这是个子高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下一位。哦，是这两个人啊。那我应该是有印象的。你不着急，再好好想想。这个眼睛，我应该是见过的。这个眼睛盯过我。哎，报警电话怎么是6位数啊？不是110吗？
不知道啊。你说就是上秀的船，哎，对，下了国道桐庄街那个。但要提供有效线索才可以啊。喂，110是报警电话，我们这是专案组电话。到底有没有线索啊？你老婆不信任你，你打电话来确认。你知道干扰警察办案是犯法的吗？这些人都是闲的，黄金破案时间就这72小时，净遭这乱七八糟电话，一上午时间全白费了。黄金72小时破案时间说的是有些物证过了72小时就不准确或者逐渐消失，并不是说3天内更好抓人。行了，先把上午的记录给我，我先汇报。啊，请讲。小马接电话。好。哎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专案组，在哪？什么时间？啊，谢谢你的协助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现在的情况是这样：犯罪嫌疑人要想离开上秀，最直接、最符合逻辑的方式，就是乘车从318国道离开。我们询问了上秀车站的售票人员，上秀的往来客商很多，汽车站每日的售票情况大概是500人次，这是我们的售票记录。我们着重也让售票员回忆了昨天早上的售票情况，也对汽车站进行了布控，目前没有任何可疑线索。另外，案发当日的晚上，只有2趟省级大巴车经过了上秀，一趟是晚上11点，另一趟是凌晨3点。今天上午，我们已经联系上了这2趟车的司机和售票员，他们都记得很清楚，途中没有上下乘客，在经过上秀路段附近的时候，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。警察办案，麻烦你们配合一下。这除了公共交通以外，还有一种可能是搭乘货车，或者是私家车。我们在通往318国道的皖南深沪2个方向的加油站进行了布控，对过往车辆进行询问，但是目前还是没有任何收获。除了乘车之外，我们也考虑了嫌疑人步行离开的可能性。现在距离案发时间30个小时，这个红圈范围就是步行有可能到达的区域。所以这一大圈跑下来，不排除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，犯罪嫌疑人还在上秀。要是这样，那就太好了。不排除嫌疑人因为某些原因还留在上秀，但是可能性不大。留下来对犯罪嫌疑人来说，风险太高了。小鲁啊，你们热线电话那边情况怎么样？电话打进来特别多，有问案情的，有问悬赏的，您看一下。真正有用的线索一个都没有。群众关心是件好事情，但是要慎重鉴别群众提供的线索，不能有疏忽和遗漏。明白。你们几个也是一样的啊。调查的全程当中要带好画像，多借助群众的力量。明白。笨子，你跟小龙继续盘查周边村落。好的，陆队。阿伦，去残次车间准备一下。是。那我去铁通边。陆队，这是要扩大搜索范围吗？我对上秀这一带特别的熟悉。小鲁啊，来。越是到了这种紧急关头啊，越要临危不乱。知道把你们几个本地的同志借调过来，优势是什么？万一线索进来了，哪条街哪个村，哪里有山哪里有河，哪条路可以包抄，哪个角落可以布防，都要问你们，靠你们的。陈局啊，明白了。去哪儿？哎，鲁哥，市局人刚走，进来2报警电话，我核实去。哪儿有戏吗？反正他们2个人都说见过画像上的人，这不一个爱穿童装，一个古玩街。哎，鲁哥，要不你去吧，正好离家近，回趟家。回家干嘛？昨天晚上你就一夜没回去，你这种时候，你不用当面解释一下。行，我去。
你继续交上线。李然，哎，陆哥，你干嘛呢？这手指给粘上了。谁叫你用这个贴的呀？我们胶水给用完了，前面就只能买到5辆。上车吧。啊？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是我打的电话啊。这有水吗？水？哎呦，哎，亮亮，快拿点水给警察同志冲一下。哎，这怎么弄的？这是？说吧，什么情况？哦，是这样啊，之前呢有一个客人来我们这里拿货，之后呢就联系不到了。今天我在外面看到这个通缉令，吓了我一跳啊，长得真是太像了，而且时间呢也差不多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杀完人之后他藏起来了？就一个吗？一个。左边还是右边的？右边这个。小伙子，你们这儿有没有水龙头啊？这有水龙头的，就在后面。这个，没事，我用这个就行。好。你老板是不是撒谎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报假警也是犯法的。你要是知情不报，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跟通缉令上的人像吗？一点儿都不像。那人是个女的。这顶鸭舌帽什么颜色还记清楚吗？鸭舌帽当时好像是没有戴的，至少来我们店里是没有戴的。出来一下。小伙子跟我说了，老板撒谎了。我看那小伙子胆子挺小的，要买。哎，不看。没事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你说的人跟这纸上的像不像？哎呀，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像的呀。在上秀，在这条街被杀了4个人，现在正是争分夺秒的时候。如果警察抓不到人，你们不害怕吗？你添什么乱？什么叫添乱呢？啊，是你们让大家积极的提供线索，那我哪知道哪些线索是有用，哪些是没有用的？我总不能知情不报吧？我好心好意的给你们打电话，你们还骂上人了。行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说的人和通缉令上的到底像不像？像。真的像吗？不像吗？再来一遍。炒一个小菜肉丝，整条鱼，再要一瓶淮安贡酒。哎，我说的像的不是这一个。哎，出来了。同志们，我们得再来一遍。还要搞一遍？哎呦，这还耽误麻烦你们按照刚才的顺序再排一下队。来，搞快点吧，搞快点吧。感谢大家的配合啊！警察同志，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干。辛苦一下，辛苦一下，来。
开始。文文博，是你打的举报电话？怎么是你过来的呀？哎，婉俊他一个人，他能忙得过来啊？这么大的案子，有什么办法？文文博，从小看我长大的。昨天下午啊，有2个人在这边逛街，看到我这个摊子上都是戒指啊，哎，就跟我问价来了。戒指？啊，就是这些，然后他们就问我晚上收不收摊，几点出摊。他们不像是要买的，更像是要卖的。我当时呢也没当回事情，直到今天中午啊，看到你们贴出来那个通缉令，吓了我一跳。这2个人啊，跟那画像上长得很像，哎，一高一矮，2个外地人，我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了。您看一下，哪个高哪个矮？这个高，这个。哎，虽然没有戴这种鸭舌帽子嘛，但是就是这么瘦，尤其是这个眼睛啊，黑眼圈子，太像了。就这个。你也有印象吗？真是像。文文博，他们问你什么时候出摊，什么时候摊，怎么回答的？当时我说是要出呀，这鬼市1周只有这么1次，我肯定是要出摊子嘛。鬼市，就是买卖死人货的，只在周4晚上摆，这才进吗？准确的讲啊，就是每个周4的亥时出摊，丑时要收摊的。这个老话常讲，死人身上带的那个，往活人身上套，你觉得机灵吧？哎呀，你不用害怕，这些都不是，这些不是的。那编辑老板的戒指不就是？文文博，今晚上还摆摊吗？5万块钱悬赏金，你们真的能给啊？望不穿，时代风沙路漫漫，夜太暗，谜底残留在昨天，看不穿，恶魔潜藏于眼前，像火焰，真相是迷雾一团。我在深渊之处，向着黎明堂。我的信念是天上落下的光。我老了，在时间里画着瀑布，我倒想我的兄弟会跟上。